战国时期，群雄逐鹿，广袤无垠的平原上喊杀声震天。对战双方正是齐国和魏国。一场人仰马翻的厮杀后，魏兵大败，而带着齐国打赢这场仗的竟然是个女子。此女名为田西，是齐国大将田忌的女儿，骁勇善战，巾帼不让须眉。战后，一些百姓躲在树丛中，等着骑兵射来的箭雨，等箭停了便捡回来送到魏营，换取一些维生的粮食。一阵箭雨过后，为首的女孩带着众人跑出树丛捡箭，一个男人大喊着让他们回来。果不其然，箭雨又至，男子冲出去护住了打头的女孩。男人名叫孙膑，是兵法集大成者鬼谷子的徒弟。鬼谷子门下弟子出将入相，左右列国存亡，是众国倾囊相求、争相拉拢的奇才。孙膑和女孩一起来到魏国军营，却被告知战事吃紧，没有粮食可换。主将得知眼前的人就是孙膑时，当即下跪求他救魏国3000将士的性命。孙膑随主将来到齐营附近，看着对方的将领田西着了迷。根据天时，孙膑给魏军想了条妙计，让他们将战场上的骑兵尸首拖回，趁明日50天狗10日之际，换上他们的衣服混入齐营，然后里应外合杀骑兵一个措手不及。这招果然奏效，骑兵伤亡惨重，溃不成军。魏兵乘胜追击，一举击破齐国边城。守城的田忌被齐王收押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田西带着人杀出重围，多方探寻后抓住了给魏国出谋划策的孙膑，并将他带回齐国，以将功赎罪救父亲田忌。齐王得知消息后，当即下令国礼相迎，请孙膑大殿上一叙，盛情款待，并欲封其为司马。可孙膑既不愿为官，也不愿入疆。齐王见他倾心于田西，就命他到田家当个门客。孙膑欣然答应。与此同时，魏国的大将庞涓也听说了此事。庞涓和孙膑师出同门，却只有一人得到了鬼谷子的真传。魏国群臣议论纷纷，觉得庞涓根本不懂鬼谷兵法。可庞涓却直言世上根本就没有必胜的兵法，打赢一场战争靠的是领兵者的谋略和勇敢果决。众臣子们闻言面面相觑，魏王却没表态，以身体不适为由，派庞涓参加不日之后的河洛天子会。盛会当日，诸王齐聚，周天子坐于主位，宣布今日主要商议齐国边城归属的问题。此话一出，各诸侯国唇枪舌剑，打起了嘴仗，争论的无非是你偷了我一城，我拿了你一地。公说公有理，婆说婆有理。周天子见状，赶忙出言阻拦，让各诸侯国按照古制赛马定输赢。此时，田西和孙膑也在接到赛马的消息后，带着地卢出发河洛。入夜，齐王也没闲着，秘密会见了庞涓。原来庞涓是齐王安插在魏国的卧底。庞涓表示，只要自己还在魏国1天，就不会让他们打到齐国的国都。1天1夜的舟车劳顿，二人终于抵达了河洛。孙膑和庞涓师兄弟相见甚是亲密。孙膑向庞涓介绍田西，并吐露了对其的爱慕之心。殊不知庞涓和田西本就是老相识，且关系暧昧。赛马场上，齐王和田西耳语，称庞涓早已辩解，这次的赛马齐不能赢。田西闻言赶往跑到马厩，果不其然，地卢已经被毒杀身亡。没了地卢，齐国获胜的几率渺茫。孙膑却想出了办法，也就是历史典故田忌赛马，这儿被改为了两国间的赛马。有了孙膑的谋算和影片中设定的懂得马语的天赋，这场赛马齐国旗开得胜。然而孙膑却在冲过终点时意外坠马，所幸并未伤及性命。庞涓前来探望，眼下魏王有令带回孙膑，他便以归还边城为条件，和齐王商议交换孙膑。齐王犹豫片刻后应允。庞涓带着孙膑回到魏国觐见魏王。魏王询问孙膑鬼谷子的兵法是否都传给了他，孙膑只笑不答，有点装疯卖傻的嫌疑在身上。魏王没再追问，反正人都在自己地盘上了，不急在一时，等拿到了兵法，就将孙膑除之而后快。这算盘打的齐国都听到了。庞涓的妹妹庞婉一袭黑衣出现在庞府，质问庞涓明知魏王不怀好意，为何还要将孙膑带回涉险。庞涓表示只要有他在，就一定不让孙膑出事。庞婉13岁时就被齐国献给了魏王，如今已是魏王妃子。此前庞涓曾有意将庞婉许配给师弟孙膑，如今乱世之下身不由己，为了自身利益也好，为了各自国家也好，许多人都做了违背内心的选择。在魏王的要求下，孙膑开始着手写下鬼谷兵法，然而他笔下的兵法却和魏王所想相距甚远。别说魏王，庞涓也根本不信孙膑写的这些东西自己也学过，但他却坚称自己学到的就是这些。如此下去，被杀只是迟早的事。果不其然，魏王早就存了杀庞孙二人的心思。庞婉为了救孙膑，命人强行将他送回齐国，哪成想却被庞涓拦截，终究是没能离开。此番行径给孙膑扣上了暗通齐国的罪名。魏王问庞涓此人该不该杀，庞涓忙说，如果杀了孙膑，天下人都会看在眼里，到时候就没有贤能敢投奔魏国。此举得不偿失，劝魏王三思。魏王觉得所言极是，死罪可免，活罪难逃。魏王命庞涓对孙膑施以并刑，并刑是下伤5刑之一，是指断足或砍去犯人膝盖骨的刑罚。这部分和史料记载有所出入，洗白庞涓将魏王牵了进来。究竟这种偏离历史的改编是好是坏，这一点仁者见仁，智者见智，全凭观众老爷们自行判断。说回剧情，
孙膑被押入大牢严刑拷打。庞涓找到他表明志向，原来他的野心之大，一口吃不下，竟然妄图让孙膑辅佐自己称王。在他看来，这些君王全都是自私自利的小人，只有杀尽他们，百姓才能安居乐业。而他首先要做的就是拿到制胜的兵法。见孙膑不松口，只能黯然离开。接着便有几人拿着工具鱼贯而入，残忍地剜下了他的一块髌骨，呈到了庞涓面前。庞涓再次来到牢房，要求孙膑背诵兵法。孙膑仍是不开口。庞涓闭了闭眼，命人剜去他的另一块髌骨。惨叫声传到了庞婉房中，他心下骇然，马上命人将这一消息传给田曦，希望他能想办法救走孙膑。行刑结束后，孙膑被关进了地牢，庞婉前来探望，要他好好活着。这日之后，孙膑变状似疯癫，任庞涓用尽手段都没能问出兵法。为了测试孙膑是不是真的疯了，庞涓将他丢在街上，随后命人在暗处观察。孙膑避开暗处那些眼睛为自己创造逃亡的条件。此时收到消息的田曦向齐王禀告了此事，并说服其同意救回孙膑。齐魏终有一战，制胜的关键就是孙膑。于是齐王点头同意，田曦马上着手救出孙膑。然而预想了好多办法，却都被推翻。第一次的救援也以失败告终。孙膑自知时机未到，传给田曦一个暗号，并未跟他离开。他所求的是完全之策。田曦始终没能明白孙膑当时为什么要学马叫，但时间不容许再耽搁。田曦准备带着人马直接到庞涓府上抢人，结果出师不利被制住。电光火石间，田曦想通了孙膑的暗示，他当即转身准备离开。庞涓念在相识多年的份上，放走了田曦。很快，马厩发现暗洞孙膑不见踪影的消息传了回来，庞涓当即带人驾车追赶。而此时，任谁都想不到，孙膑就藏身在庞涓的马车下。眼看田曦就要进入齐国境内，庞涓加快速度将其阻截下来。然而马车上的人并非孙膑，田曦借口要将庞涓带回齐国，飞身踹翻车夫，驾着他的马车向城门疾驰。庞涓自然不可能在这个时候回齐国送死，便利落地翻身下了马车，这正合田曦的心意。马车进入城内，藏在车底的孙膑也终于坚持不住摔了下来。问清此地是齐国后，便晕死过去。再次醒来是在干净的卧房中，孙膑遭此劫难，萌生了自杀的念头，于是便拒绝进食，更拒绝服药，甚至企图淹死自己。然而孙膑的使命还未完成，连老天爷都不收。就在他沉入池中的时候，齐国突然发生了地震，房屋倒塌，大地开裂，孙膑奇迹般的活了下来。至此他便想明白了，天不要他亡，何苦跟天对着干。时值魏国出兵攻赵，孙膑给齐王献上锦囊妙计，让他出兵援赵，以战止战。齐王正有此意，之后的故事就是著名典故围魏救赵。齐国遭遇天灾，一时间难以收拾，大批难民涌入城中，随之而来的还有隐藏在其中魏国刺客。为了分辨刺客和难民，孙膑又献出一计，在所施粥饭中加入辛辣之物，如果是难民定然饥不择食，如果是刺客一定不愿下咽。然而孙膑的段位却不止这一层，他将这一计中计告诉田曦。辛辣异常的粥饭常人难以下咽，而早已得到消息的刺客为了不被怀疑，一定会忍着吃下。此举不仅能抓到刺客，还能揪出传递消息的内鬼。果不其然，咬着牙咽下粥的才是魏国刺客。然而这帮刺客见身份暴露，相继自尽，没有给田曦问出内鬼的机会。但孙膑心中已经有了成算，内鬼9成就是田曦的父亲田忌。孙膑不日就要登台拜将，田曦也奉齐王之命即将入宫成为一国之后，他将自己的软甲送给孙膑做防身之用，两人以后恐怕再难相见。孙膑正式拜将，决心和庞涓一战沙场。战初，孙膑利用庞涓谨慎多疑的心性，用一个人拖延了庞涓大军一个时辰，接着又派人给魏王送去一封信，信中言明不愿让百姓陷入战火，有意平两国之战，并将自己在马陵道设伏一事告知魏王。魏王却偏要庞涓前往马陵道，而此时田忌已经给庞涓传去假消息，企图和魏王合谋一起将庞涓引往马陵道杀之。孙膑劝田忌不要一时糊涂，如今田曦已经入朝为后，他可以稳坐将军之位，何必要通敌得不偿失？思忖片刻后，田忌听了劝，转身拜过孙膑。庞婉知道此行凶险，多次劝阻庞涓放弃此战，为此不惜烧掉魏军粮草，自己也自尽于一片火海。然而箭在弦上，不得不发，庞涓已然没了退路。雪夜，他率兵来到马陵道，一截枯木挡住去路，上书庞涓止步于此。庞涓命斥候探路，并未发现任何异常，便继续深入峡谷。此时孙膑已经在峡谷上方布了落石阵，等卫兵深入后放下了机关。峡谷中惨叫声连连，孙膑于心不忍，喊话庞涓让他投降。庞涓为了不让将士们白白送死，便果真命令大家放下武器投降。然而田忌却不给庞涓活着的机会，砍断绳索，放下了落石。孙膑急忙大喊让庞涓快逃，然而为时已晚，卫兵的哀嚎声响彻峡谷。翌日，峡谷安静下来，洁白的大雪掩埋了血洗的大地。齐王知道田曦的心意，打算成全他和孙膑。田曦纵马赶往马陵道，看到的却是跳崖的孙膑。此战让孙膑彻底崩溃绝望，他不喜欢打仗，更不愿看到浮尸遍地。既然无法解救苦难中的百姓，
不如脱离这炼狱人间，出世入世，一念之间。最后，任何解说都无法代替原片，好作品值得您完整体验。